看我们今天的啊，哎哎，是今天的小稿。看我们这个构图，对吧？也是啊，两段式构图，这分两段式构图。上面远景、近景，对吧？比较简单的一种传统构图。我们昨天呢是这个对角性构图，我们今天是个两段式构图。树木、点景人物，加上小船、远山。开始啊，我们开始的时候调墨，看把笔洗干净以后啊，笔尖调墨，对不对？我们常讲调墨的方法。哎，笔尖调好墨以后，哎，多余的水分，哎，稍微吸一下，对不对？把里边的水分稍微吸一下，不要吸笔尖的部分，要吸笔肚的部分。看啊，由近景开始，对吧？近景的山石开始，先勾什么，对吧？先勾轮廓线啊，对不对？我们常讲的啊，先勾轮廓线，中锋，你看啊，勾出来，先把我们前面的这个石块的轮廓勾出来。哎，勾出来以后，看啊，勾出来以后也是啊，要分出前后的结构。看，一二三，对吧？前面一个块面，左面、右面，对吧？把山石的这个三个块面分出来。哎，我们先把前面整体的结构，对不对？我们先勾出来，以这个为中心，你看啊，向后，向后去画这个后面的山石啊，哎，以一个为中心，向后延伸。先勾这个结构啊，外轮廓结构我们勾出来。看啊，先这样把整体的，哎，近景的山石我先勾出来。看这轮廓啊，看我们的这个轮廓，山石的整体的一个大轮廓勾出来，这是比较靠前的一组，对不对？哎，比较靠前的一组，我们先勾上来，还是这支笔啊，还是这支笔，然后我们画这个山石的，这是前面的这一组山石，对吧？后面我们要安排树木的时候，对吧？要先把前面的树木画出来。哎，画树的时候啊，我们前面讲十分三面，对不对？树呢，树分四枝，你看啊，先画树头的部分，对不对？哎，先把树头的部分勾出来。看啊，先勾树头。哎，先画左边的结构，你看啊，哎，先把左边结构勾出来。看啊，先把左边结构勾的时候啊，我们勾这个树的轮廓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哎，注意它的
线的转折变化，对吧？线的转折变化，它这个线这个变化的时候是什么？根据什么？你看啊，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对不对？它的线是不是细一些？看摁下去以后，对不对？它的线条就变粗。哎，是随着我们的用笔的提摁、转折，然后产生线的粗细。看，哎，产生这个线的粗细变化。勾出来，哎，先把树头，哎，勾出来，哎，先分出什么？树头，对吧？前后左右的这个枝杈，哎，我们先安排好，对吧？先安排好，安排好以后啊，我们再出叶子啊，对吧？我们再长叶子，先把小枝，看，先树干，对不对？先把树干勾出来，然后就是左右前后的，哎，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枝杈，勾完以后，我们再勾下面小的树枝，对吧？哎，我们再勾小的树枝，哎，先分出来，左右，哎，树的左右枝杈，哎，先分出来，中间。有人要跟你互动，他们说你画的还是昨天的，你在说昨天的事情。不是啊，我们今天你看啊，这是今天的构图，大家看一下啊，看啊，这是今天的构图，它和昨天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昨天大家记得啊，昨天是个对角形构图，什么？哎，右下角和左上角对角构图。今天我们是两段式构图，对吧？两段式构图，下边这是近景的一部分，上面是远景的一部分，中间是，对吧？中间是河水，是这样的构图。大家再看一下啊，和昨天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这树，对吧？树形它有时候它也是有相似的。你看我们勾树啊，用笔啊，它形状大体上，哎，都有个轻微的变化。看啊，过来穿插，看，这么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对吧？结构线后面，哎，这就是我们要处理后面的树枝。哎，过来，哎，今天啊，你看我们前面的这个树叶子啊，我们画叶的时候用什么？哎，用芥子点。树形完成以后，对吧？主干左右前后的，哎，树枝出来以后啊，我们开始在小枝的上面，我们去长叶子啊。长叶子的时候，长叶子的时候注意什么？哎，墨的变化啊，由上向下，由浓到淡。你看侧锋，你看啊，哎，点叶的时候用侧锋，哎，芥子点。你看最后我们写这个，它芥子点就是我们写这个芥字，对吧？中间两笔，左右一笔啊。你看，由左向右，哎，四笔是一组叶子啊，四笔是一组叶子，由浓到淡，哎，由上向下去点叶子啊。你看，由上向下去点，
哎，下来，点完一组啊，哎，点完一组叶子啊，我们再点第二组，看，然后左边这一组有浓，哎，树梢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树尖的地方，哎，都是稍微浓一点的，哎，稍微浓一点的这墨色，哎，稍微浓一点的墨色，你看，哎，用完以后啊，把一笔墨用完以后，哎，我们第二次调墨，笔尖重墨，笔度是稍微淡一点的，由浓到淡，它产生一个墨的变化，你看，对不对？哎，形成一个墨的变化。到后面的时候，哎，我们用淡墨，哎，去画后面的叶子。你看，我们就不要再调重墨，哎，稍微淡一点的墨色。你看，哎，随着我们下面啊，越靠近这个树根的地方，它的小枝越少，我们的叶子也变得稀疏。看到下面的时候，叶子这样变得，哎，变得墨色淡点，然后变得稀疏。注意我们墨，对不对？哎，墨的变化啊，树尖重墨，哎，向下由浓到淡，由湿到干，它的一棵树上呈现的浓淡墨的变化啊。后面，哎，过来，也是先把树头，对吧？我们先把树头的部分勾出来，穿插过来，你看啊，哎，穿插过来，对吧？我们两棵树的时候，画两棵树的时候，哎，注意什么？哎，就要有穿插。画这个结构的时候，树干结构的时候，你看你画右边的结构线，要看着左边结构线去变化，对吧？你看啊，左边你有转折停顿的地方，哎，右边的结构线要和左边的结构要相呼应，这样啊，哎，相呼应，过来，哎，中间寸两笔，哎，寸两笔，哎，然后啊，我们前面这个叶子是芥子点，对不对？哎，前面的是芥子点，到后面的时候啊，我们点叶的时候要有区别，哎，要有区别。你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点什么点？哎，用一个这个大混点去表现，一样的都是点叶的，对吧？都是点叶树的话，叶子一定要有个区别。如果是前面的叶子啊是下垂的，哎，下垂点，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要用横点去组合啊，对不？哎，你前面要是说横点，后面是竖点，前面要是竖点的话，哎，我们后面用横点，哎，去表现。要注意我们点叶的时候它的变化，哎，要注意它的变化。这两棵树，对吧？两棵树一定要有变化。哎，下边是，你看后边这棵树，哎，我就用
横点去表现。哎，也是啊，有浓到淡，有湿到干，对吧？产生墨的这个浓淡变化。那前面两个数啊，这个是下垂的这个点是吧？接的点我们下垂的，哎，后面这棵树就是横点，就是横点。你看到后面，你看如果后边我们要加数的话，对吧？你看要加小数的话，怎么变？竖点横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加数的时候，也要是画成那种竖点，哎，这叫交叉变化。哎，我们讲的这个点叶的时候，要注意它这个点叶的变化。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画第三棵树的时候，对吧？你要处理什么？哎，处理成竖点，哎，向下的这种竖点。哎，这就是我们讲的树的构图，对吧？树的构图，前面是树的话，后面那个这一棵树，对吧？要用横点，到第三棵树的时候，哎，就要用竖点，竖横竖，哎，这是构图的点叶的方法。你看，对不对？这形成它的前后的这个叶子不同，哎，我们要用这个结构，叶子的结构去表现。到后边，对吧？到后面的时候，看，对吧？淡墨去处理。你看前面的叶子重的啊，到后面，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哎，这一组数，对不对啊？2个一组，3个一组，要注意它的什么？哎，注意它数的组合。我们要讲啊，数的组合，对不对？哎，数的组合，不要平均啊，不要平均。看，这是第三棵树是下垂点，哎，到我们后边这棵树，哎，就用横点去表现，哎，就用横点去表现。看，这是5棵树，对吧？5棵树它的组合，2个一组，3个一组，对不对？或者是1棵树、4棵树这样去组合。然后啊，哎，树完成以后，我们要组合什么？哎，画树后面的山石。你看，哎，后面的山石过来，看这样穿插过来，它也是一个啊近景的，对吧？近景的一组山石过来，树后边穿插过来，哎，穿插过来，你看，这是近景的。然后啊，过来，你看啊，完了以后啊，我们前面的景致还有什么？还有个平台，哎，还有个平台，我们怎么去画？哎，山石，先把前面山石画出来，啊，对吧？先把轮廓和这边简单结构我们勾一下啊，对不对？哎，先把简单结构小碎石块我勾一下，这是后面的平台部分啊。哎，平台部分勾一下。哎，这个平台勾的时候，你看啊，先把我们上面平台的结构，哎，勾出来，
再画什么呀？哎，再画下边这个横断面儿，你看啊，哎，这个结构再勾出来，看这是个平台，对不对？哎，小的石块儿点缀一下。哎，我们先把这个山石轮廓结构，哎，我们先勾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讲里边怎样去皴啊。哎，先把轮廓结构勾出来。你看啊，你可以不漏。你看我们画的时候，你想让它，你看后边你前面这棵树，对不对？你前面这个树可以交代的清晰一点，因为是比较靠前的一棵树，对吧？你树干可以遮挡，比如前面那棵树，对吧？你想遮挡的话，你可以把小树枝穿插过来，遮挡一下。你看后边的树干被前面树干掩盖的地方，对吧？你就要去稍微的穿插一下，有漏的地方，有藏的地方，对吧？有漏的地方是这样的啊。前面这棵树，你看也可以啊，你也可以穿插过来。你比如说前面这是一个小的树枝，对吧？你可以穿插。我这样画的时候比较清晰，对吧？有的同学不知道这个前后关系怎样去处理，所以画的比较清晰一点，交代清楚一点。你看，你如果想让它掩盖的话，你把前面树枝你穿插一下，对不对？你穿插一下，你可以遮挡。你看，用重墨，稍微重一点的墨，对吧？你可以遮挡一下。你看，对不对？你可以遮挡一下，这不就遮挡住了吗？对不对？这也可以遮挡住，这就是前面的树叶、树枝，对不对？你看，我用稍微重一点的墨加一下，加一下，是不是？这样我们前面的树干是不是就被遮挡住？对，你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它树的四肢怎样去区分，对不对？简单的你要掌握它的树的四肢前后左右，它树枝怎样去区分以后，这树形，对吧？你可以随时去变化，随时去变化。你看啊，看我们画树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随意去变化，你掌握了它这个树的前后左右它的关系，树枝怎样去出，对吧？怎样去出？你看，所以树形，看我们山石掌握了，你看我们山石掌握了十分三面，你的山石结构啊、形状啊，对吧？你随时可以去变化，随时可以去变化。树形也是一样，对吧？你掌握了它的前后左右树枝的前后左右它的关系，你再变的时候，你看后面的树形，高的、低的、胖的、瘦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左边的，对吧？你随时你可以去变化它的树形，哎，随时可以变化它的树形，对不对？你随时变化。然后呢，但是它树形怎样去变？它前后左右它的这种四肢的透视关系，哎，我们一定要闹清楚啊，一定要闹清楚。树枝、树干完成以后，看啊，哎，我们也是画一个下垂的这个个子点，你看啊，哎，我们这个也是个子点，和我们右边的一样啊。前面这棵树
点儿是向下的结构，对不对？哎，向下的结构，哎，向下的结构。然后啊，后面的数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后面出这个别的数的时候，哎，前面是下垂的，后面我们就得是横的，对吧？横点儿。你看树，你记着啊，我们处理树的前后结构的时候，叶子结构的时候啊，竖点、横点、竖点、横点，哎，这样去变。看到后面的时候，哎，前面是竖的点叶，到后边这一颗，我们用横的点叶。看，这样去处理啊。不管是我们画一组、两组，后边是什么样的组合，哎，什么样的组合，一定要记住我们叶子的这种结构啊。哎，前面是竖点结构，后面就是横点结构。哎，在后边小的树丛，看，哎，稍微大一点的横点去表现。看这个简单的啊，到下面我们画小的这个灌木的时候，哎，就是简单的勾出一个树干，直接用横笔去点就可以。哎，平台上对不对？安排什么？哎，我们平台上常安排也是啊，在江边的小的亭子，你看啊，过来，三角形，你看啊，先画上面这个顶的结构啊，过来，看，先把亭子顶部结构画出来，在下边过来，哎，这是侧面的，哎，对不对？哎，先把亭子安排上，我们再安排里边的人物啊。看前面的树、山石结构完成以后，我们下边开始村这个山石。村的时候，你看啊，村的时候按我们的结构线的方向去村。左边的结构向左边这样啊，左下角去村；右边的结构向右下去村。你看啊，也是左右区分啊，对不对？你看啊，结构我村在什么地方？你看左右左右，看左右去村。前面这个结构，对不对？你看前面的结构也要左右去分出来，哎，左右分出来。村的时候用笔呢，侧锋，把笔稍微侧过来，把笔稍微侧过来，用笔稍微干一点。你看啊，你侧过来，哎，把山石，对吧？分出它的明暗结构，对不对？我们村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的山石结构我们表现出来，哪是暗的地方，哪是鼓起来的地方，对不对？这是我们村的啊，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哎，为了把山石表现出它的立体感，它的明暗关系，对不对？哪是鼓起来的，哪是暗下去的，哪是凸起来的，哪是凹进去的地方，对不对？就是用皴来体现的。哎，前面这一组皴完以后，哎，还是笔根是清水。你看，大家我再看一次啊，我再去调墨，把笔洗干净，你看，洗干净以后，对不对？它是清水啊，笔中是清水，稍沾一点儿，沾完清水以后，你看啊，大家看一下，蘸完清水以后，笔尖我去调一点墨，哎，你看啊，笔尖调墨，调好墨以后，怎样控制水分？怎么控制水分？你看啊，我们不要说吸这个笔尖的墨，吸什么？吸我们笔肚这一部分。看啊，哎，吸着的水分，稍吸一下笔肚的部分，然后我们再去皴啊，哎，再去皴，哎，你看，我再去加这个皴的地方，对不对？你看啊，我们不要现在这个笔不要加水，也不要蘸墨，你就从由前向后，哎，由前向后这样去按我们结构去皴，你看这样去皴，看这样去皴。如果觉得你觉得笔干，对吧？笔尖稍微再沾一点清水，对不对？稍微干了的时候，你沾一下清水。如果觉得湿，对吧？哎，用我们这个废的宣纸吸一下，对不对？吸一下，是不是它又变干？你看，是不是？它这个线条又变成干的了，对不对？用完以后，你看，到了我们笔中含的墨接近清水的时候，我们再清水蘸一点，笔尖调墨，你看还是笔尖调墨，再画后面的结构，哎，再画后面的结构。它每一笔你看它每一笔的墨的变化都是由浓到淡，对不对？它每一笔的变化都是由浓到淡，哎，这就是我们开始讲调墨，对吧？调墨的方法，哎，一定要掌握它这个调墨的时候它的墨的变化，对不对？一定要掌握它墨的变化。看后边的左边这个结构，对不对？笔尖调墨，从前由前向后这样去皴，这样去皴，你看，哎，这样去皴，到我们的墨，看笔中的墨到了特别干、特别淡的时候，我们再调墨，对吧？笔尖蘸清水，笔尖调一点墨，
看调完以后，纸上稍微吸一下水分，再画后面的结构。你看，它这个墨啊，也可以，对吧？重墨衬托淡墨，也可以用淡墨衬托重墨。哎，你看，它是这样的啊。只要把我们这个墨的浓淡干湿，它能在这个山石上呈现出来，对吧？能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调墨成功的这关键啊！你看，中国画对吧？讲究的笔墨，笔和墨很关键，对吧？我们这个笔和墨，笔呢就是我们线的变化，墨就是我们浓淡干湿的变化，对不对？所以说要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对调墨还有墨的掌握，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多练一点，多练一下，哎，掌握一下它的墨的怎样去调墨，怎样让它墨呈现这个浓淡干湿变化。哎，你看静静的，下来，哎，这不是静静的啊？你看，放大以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山石它墨的变化，是不是？你看，它每一组，对吧？每一组山石它都有这个墨的这个层次变化，对吧？重的、淡墨，对不？干墨、湿墨，对不对？它在每一块山石都能呈现出来。所以我开始的时候，你看我们开始这个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墨它的变化，哎，一定要体现出来，不要说一块山石，有的同学就说，哎，就是是不是前面就是重墨呀，后边是淡墨？不是那样的啊，它一块山石，它也有浓淡墨的变化，不是说这一块山石就是重墨，这块山石就是淡墨，对不对？不是那样的啊。山石就是山石我们上面的地方，你看啊，上面的地方留白，不要皴，不要去皴。你看，这是山石顶部，对不对？顶部它就是说我们山石相对来说，对吧？比较突出的地方，比较突出的地方，你如果皴了以后，你看啊，你前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一个山石，你看啊，如果我做个这个示范，你看啊，前面这个，如果你皴一下的话，你看啊，你稍微皴一下，对不对？它这一块儿就是不是说它就暗下去了，就凹进去了，它就不是说形不成那个明暗的这个对比，对吧？它形不成个明暗的强烈对比。如果你上颜色的时候，这一块也是灰的，它不是亮的。你看，你这一块来说比较明显，一看就是山石鼓起来的地方，对不对？你要皴了以后，它的地方，它就不像这个，就是说明暗对比不强烈的话，哎，你山石来说结构就不明显。哎，尽量我们上面啊，山石顶部，哎，留出来，对吧？山顶是留出来。哎，近景的完成以后啊，上面你看啊，一定要有一个衔接啊，我们不要断开。你看啊，注意我们两段式构图的话，你看啊，先画远山的结构下来，哎，先把轮廓勾出来啊，先勾轮廓，
这个小的山峰啊，小山峰，哎，先勾轮廓出来，下来，你看啊，哎，下来以后，哎，用这个竖，看啊，用这个竖是衔接啊，我们衔接上面山石部分。我们说的是两段式构图，但是说它也有衔接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讲的气韵要接起来，对吧？要接起来，结构、轮廓勾出来，对吧？先把大致轮廓勾出来，你看啊，勾出来，然后这是侧面一个小的平台，小的平台，下来，哎，这就是我们远处的坡岸，对不？哎，远处的坡岸。要整体的啊，我们把整体的山石轮廓勾出来，勾出来，哎，整体的勾一下，小水中靠近岸边小的卵石点缀一下，你看啊，勾完整体的轮廓结构勾出来以后啊，村的时候看村到什么地方，哎，村什么地方？你看啊，下来，看，哎，是不是？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村在，你看我村在山石的轮廓线的后面，对不对？看我和前面的山石是不是一样，对不对？你看前面山石我村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村在这个结构线，对吧？结构线的后面，看我们就为了什么？你看两边山石，对吧？去村结构去村，然后把我们山石，这是顶部鼓起来，对不对？哎，为了把它鼓起来，所以说我们两边的结构要按下去，哎，要按下去。所以说我们村的时候，哎，村在这个结构线的后面，对不对？你看整体的结构下来，前面的结构完成以后，你看到后面，这是前面这一组山石，哎，到后面一组，你看，我们还是啊，对吧？在我们的结构线的后面，我去加村，哎，加起村，哎，下来，你看啊，过来，看遇到平台，你看平台，我们这个下面的平台的面我们不去村啊，村哪儿？去村我们这个，哎，这个横断面
向下去处理这个皴啊，你看，哎，向下去皴，哎，这就是哎这一部分呢，就常用的小斧劈，哎，这一部分呢，我们用的就是劈麻。你看这一组山石里边，对吧？用到斧劈、劈麻。你看啊，平台的时候，对吧？用小斧劈，沿着结构线向下，这样去皴，哎，这样去皴。然后这边的结构，你看，我们后面这个山的结构也是和我们前面山石一样，左右去皴就可以。你看啊，左右沿着结构线，左右去皴。啊，主要的景致啊，我们近景的山石部分，树木，哎，远山。这个远山的时候啊，你看，这是这个我们这两段是构图啊，这是上面一部分，哎，下面一部分，到后面远山，再远一点的山，我们用淡墨啊，哎，用淡墨去表现。笔尖啊，笔尖调一点淡墨，哎，笔尖调一点淡墨。下面是清水啊，对吧？哎，我们笔尖调一点淡墨，下面是清水，吸下来，哎，吸下来。哎，你看我们生宣，对不对？你看我们用生宣，它这个画远山的时候，它呈现的这种墨痕，对吧？能把这个墨的这种韵味儿、水痕、墨痕，哎，能体现出来。哎，远山，哎，这样过来，你看啊，哎，被这个前面的山遮挡一下，对不对？但是它也是给人感觉它这个山是连接在一起的啊，对吧？常讲笔断意连，就是这个意思啊。笔断意连，你看虽然是这山被前面山遮挡，好像断开一样，但是它的山的整个势是一样的啊，是连在一起的。画远山的时候啊，画远山的时候水分可以多一点，对吧？可以多一点。我们画远山的时候，你把这个把笔清洗干净以后啊，清洗干净以后，我们笔尖稍蘸一点淡墨，水分多一点去画远山，不要太干，不要太干。你看我画远山的时候，它水分相对来说比较足，对吧？刚才同学问就说画这个远山水分是不是多一点？哎，稍微多一点，不要太干。你画远山的时候，你看啊，画远山的时候，它生宣的一个，它这个好处是在哪儿？你画完以后啊，你看我们这个生宣来说，它不会印出去啊，它不会印出去，它只是把水稍微有点水印出去，但是它墨不会印出去，因为我们这个纸是现在是用的，对吧？没有打湿，是干的，画远山，湿笔干纸是画的远山，没事印不出去的。远山印出去一点也没关系啊，稍微渗出点也没关系。
远山就是你看就是雾蒙蒙的，对不对？哎，它远山就是雾蒙蒙的。可能是，哎，我们画一下，这个点景的人物和小船儿。稍微画，我们用这个勾线的笔啊，我们稍微找一个，我们常用的勾线的这个笔就可以。看，画点景人物，对吧？画点景人物时候，我们要什么？这个笔呀，稍微的控制的稍干一点，不要太湿，不要太湿，稍微干一点。先画，我们先画小船的地方，对吧？小船画一个渔翁，我们钓鱼的。看啊，先画，对吧？先画头部结构，先画头部结构，过来，太湿，看啊，稍微控制的这个墨呀，稍微干一点，过来，画簪，因为我们画这个传统画的时候，对不对？他画的都是这个古代的人物，所以说你看都有发簪。画完以后啊，两部画完以后，它都是长袍，对吧？长袍大袖过来，看简练一点。我们画这个点景的人物，简练一点，不用说画这个太精致，稍微简练一点。过来，让他坐在船头，然后让他画一个鱼竿啊。画完那个人物以后，你看啊，画完人物以后，下边我就画什么？画一个小船，船棚，把船棚画出来。一定啊，你看，一定要控制它这个点景的人物，一定要控制它的水分啊，水分稍微大一点，它这个线就会印出来。所以说，控制的水分稍微干一点。过来，你看啊，船头对吧？我们讲船头，让它稍微的翘起来一点，对不对？稍微翘起来一点，过来。画这个船的时候，对吧？线条你可以稍微的粗一点，人物的线条要细一点啊，一定要画人物的时候，要细一点。画一个船的时候，你稍微可以粗一点。船板、船舱让墨渲染一下，渲染一下。下边船舱，看见我们画这个船棚，船棚画完以后啊，画一个交叉的这个线，你看，先画这个竖线，
对吧？再画斜线，让它交叉，就是说它这个是这个芦席的这种船棚。哎，你看要表现出来，看，稍微勾一下，对吧？稍微勾一下，哎哎，然后鱼竿，你看，让它，对吧？画一个鱼竿，哎，这是常见的啊，我们传统画常见的这个江边垂钓，哎，江边垂钓，然后下边亭子里边，对吧？亭子里边，对吧？也可以安排一个人物，对吧？和它呼应，相呼应一下。这个亭子里边也是啊，你看，先画，哎，先画这个头部结构，过来，哎，他的古代人物，对不对？哎，都是那种这种哎大袖，对吧？长袍大袖，哎，比较飘逸的那种服饰啊。哎，过来，看，对吧？可以我们在这个下边这个亭子里边安排一个人物啊。哎，对吧？有小人物，哎，他就是说这种点景的人物是我们这个传统画里边哎常见的渔翁或者这个亭子里边，对吧？亭子里面安排一个人物，可以对江观景，对不对？哎，它这个，哎哎，对江观景的，然后加上一个哎垂钓的，哎，这是常见的啊，我们这个题材。你看下边以后啊，因为是传统的，我们不能画倒影，我们画现代的这个小船啊，对不对？像漓江啊，或者画这个别的现代的山水，它这个都有个倒影。我传统画边不能画倒影，但是它有那个水纹，对不对？画那个小的水纹，哎，靠近岸边，我们用淡墨、中锋，对吧？勾一点小的这种水纹，哎，来一点，你看，勾一点水纹，哎，靠近，对吧？靠近岸边的地方，哎，这个河水涌起的一点点水纹，淡墨、中锋，浅浅的勾两笔。看河面上小船，对不对？也要体现一下小船下面也勾两颗水，勾两道，稍微勾两道水纹，哎，稍勾两道啊。就用我们这个中锋不中锋，就用我们笔尖的地方，对吧？勾水纹的时候，我们把笔稍微提起来一点，稍微提起来一点，不要说画那种特别粗的这水纹啊，稍微把笔提起来一点，
用笔尖这一部分，看啊，用笔尖这一部分，我们去画这个水纹，你看对不对？把笔稍微提起来一点，它的线相对来说，哎，就比较细，对不对？你看线的粗细变化在哪儿？在我们用笔的提摁，哎，在我们用笔的提摁，提起来它的线，对不对？它就是细线。我们走的线，哎，相对来说比较细，摁下去，它的线就比较粗，它接触纸面的面积大，对吧？它就是产生那种粗的线条。看，水纹勾完以后，到我们树下面的结构啊，树下面的结构需要什么呀？哎，需要一些拍点去点缀一下啊，点缀一下，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对不对？哎，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看啊，它传统画的人物，它不是说都是这种小萝卜，是他的衣服啊，他的衣服比较肥大，像以前的这古代的人物，对吧？他都是那种长袍大袖的，哎，他的服饰就是那样的服饰。哎，我们点胎点的时候，你看啊，点在什么地方？点在这个明暗交界的地方，还有什么凹凸不平，对吧？这个地方，哎，来一点，看，把笔横过来去点，对吧？这种横的胎点，我们胎点啊有竖点的，有横着点的，不同，要根据我们的画面，哎，根据我们画面去点胎点啊。哎，你看点胎的时候，这个胎点呢颜色是不是稍微比我们的线要重一点，稍微重一点？到我们树根的地方多一点，就是我们树木下边小草啊，对不对？比较茂盛，哎，所以说这个地方可以多一点，哎，可以多一点。看我们前面啊，下面这个点的胎点都是这种横的，看都是这种横的胎点，哎，沿着我们这个山石结构，哎，点一点。看啊，到这个平台的地方，你看啊，我们前面山石，对吧？都是那种横的胎点，哎，都是横的这种胎点。到这个平台的地方，你看啊，我们就用，哎，看有竖的，有横的，要根据我们山石的不同结构，我们去加胎点，对不对？哎，要根据它石头的结构啊，它画面需要，我们去改变胎点的这个形状。需要横点的时候，横的胎点的时候，哎，我们就用横的胎点。到后面远山，看啊，也是啊，哎，横过来，
加一些苔点。它是这个苔点，一个是代表我们远山上小的树木，对吧？小的树木啊，小草啊，对不？远山，哎，丰富一下我们的画面，哎，丰富一下的画面。你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山水画来说，你只有山石来说，它的画面就是说比较感觉死气沉沉的，对不对？你有了树木，对吧？有了树木、苔点、小草、人物，对不对？它的画面就是说，哎，就有了生机，对吧？充满了生机。哎，你不要说画这个画面，全是看，有的他就是干画山石，他不敢画树，对吧？这个树在我们这个山水画里边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传统画里边都是近树，对吧？近树远山，很传统的一个构图。我们常讲很传统的构图就是近处都是以树木为主，各种树木，夹叶的、扁叶的各种一层一层的树木作为近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景物，然后后边中景远山，远山中间的山上也是啊，也有树木，特别茂密画的时候，各种树木形状各异。你看很少说，你看很少的传统画里边它没有树，对吧？它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树占的比例很大。所以开始画的时候，你看，我一定要掌握这个树的这种画法，对吧？一定要掌握树的画法，怎样去树形怎样去处理，对吧？树的四肢怎样去分，前后左右的关系怎样去分，对吧？一定要先掌握这个啊。你到大自然中，你去看了吧，山里边它也不是单纯的都是山，对吧？都是山石，它也有树木，对吧？建筑，还有我们现代人物里边公路啊，这个各种车辆啊，啊，以后都要涉及到。所以说，我们开始学的时候，不管是山石啊、树木啊、点景啊，对吧？我们都要涉及到，都要涉及到，不要单一的一看就是说啊，这个山画怎么画，这么画那么画，对不对？一定要全方面的去了解学习，哎，一定要全方面了解学习。哎，上面长些小的树木，来一点，嗯，是不是？你看刚才我们干画山石的时候，单一山石的时候，是不是光秃秃的，对不对？你加了这个我们小树，对吧？小的树木苔点以后，对吧？它的山就有了生机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对不对？你看，来一点，哎，树上也可以加一些苔点，然后靠近水的地方，你看，靠近水的地方来一点小草，你看，我们可以勾一点小草，是不是？勾一点小草，它这个画面更有这个韵味儿。哎，少来点小草。勾小草的时候啊，用什么？哎，一定要用稍微重一点的墨，不要用淡墨啊，和我们苔点一样，对吧？勾小草的时候，你墨稍微重一点，嗯，稍微重一点。
哎，勾2颗小草，就是说我们水边的啊，水草。过来，啊，靠近岸边，对吧？靠近岸边的这个小水草，勾一点。少来一点，是不是？你看，我们画面有了这个胎点以后，小的树木、远山，是不是？它就不像我们开始的时候光秃秃的、单一的这有个山石，对吧？这样它你看有了树以后，它的画，也有了生机。小青绿啊，我们开始上小青绿的啊。好的，今天我们上小青绿的赭石，对吧？我们先上赭石的颜色，赭石藤黄，你看啊，赭石藤黄，稍加一点淡墨啊，稍加一点淡墨，不要加的太多。树干，对吧？先染树干的地方。哎，先把树干的地方染一下。我们勾了树干的地方都要用赭石复勾一下啊，赭石颜色复勾一下，你看，复勾一下。哎，先把树干染出来。来一点，你看，稍来一点。上色的时候，我们水分，你看啊，水分要多一点，不要太干啊。上色的时候不要太干，哎，水分稍多一点。小亭子，你看啊，小亭子，赭石染一下，哎，稍染一下。赭石，小船儿，看啊，也是啊，赭石稍染一点。蛋蛋的衣服啊，你看我们的衣服要闪开，先不上颜色啊，我们不要上颜色，先把小船儿、赭石染一下。他这个人物的这个脸，对吧？脸部也是啊，用淡淡的赭石稍染一下就可以。看下边我们上山石的地方，暗部，对吧？我们暗部上赭石，你看啊，暗部赭石，大家记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暗部上的赭石，哎，来一点，就是我们，对吧？就是我们村的地方，对不对？你看，村的地方就是我们山石，它的暗部我们上一点赭石，对不对？看啊，暗部上赭石，整体的啊，你看我们整体的山石这部分暗部赭石，到我们平台的地方也是啊，你看下边它这个平台，它这个断面的时候，断面结构也是用
这时去渲染一下，但是平台不要染颜色，对吧？先不染颜色。后面远山暗部赭石，看下来，再来一点。看赭石啊，稍来点赭石，藤黄稍加一点藤黄，藤黄不要加的太多啊，稍加一点藤黄，赭石里边。染色用的是大号的啊，现在是大号的。你看上颜色我们要用笔啊，稍微大一点，不要太小。你看画4尺的，如果要画小一点的尺寸，比如画3尺整张的，或者4尺3开的小的尺寸，你可以用那个小号的。你看要画这个大幅的作品，你就用那大号的笔就可以，对不对？你看，稍微大一点的笔就可以。看，这是我们远处这个大的平台，它这个断面结构也是用赭石去渲染一下。赭石渲一下，染完以后，你看下面上亮部啊，暗部我们上了赭石，对不对？亮部花青，看花青色啊，花青加藤黄，调个浅绿色。现在是干染，现在是干染的方法。对，你看干染的方法。调一点这个浅绿色，看着啊，浅绿色上在什么地方？大家记住啊，看一下上在它什么地方？上在山石的顶部，对不对？山石的顶部，用些浅绿色啊。上到它的顶部，来一点。看我们上山石的顶部，看山石的顶部。到平台这儿，看啊，到平台这儿，还是这个浅绿色，还是这浅绿色。看，在这个地方稍微染一点。这个平台上颜色的时候，让它稍微淡一点，不要太重。你看，稍微淡一点，淡淡的上一点。对，暗部是用了赭石，稍加一点藤黄，不要加的太多啊。上边亮部，山石亮部，上点花青。看我们常讲什么随类赋彩，随类赋彩，随类赋彩的意思就是啊，随着墨的变化，我去调这个深浅的颜色，对不对？调深浅的颜色。我们前面墨重，对吧？我们前面墨重，我们颜色可以调的稍微重一点，是不是？稍微重一点。到后面到远山的时候，我们墨相对来说比较，对吧？比较淡，我们上颜色呢稍微浅一点，对不对？随着墨的变化，我们颜色也要有个深浅的变化，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对，这是干染法，这是干染法。看到后面，完成以后，你看，我们把这个亮部，
亮部的浅绿色，上完以后，下面对干染法，还是这个花青，对不对？还是花青，花青，我加一点淡墨，调这个墨青色。墨青色我们染什么地方？对不对？染山石有远山，对吧？我们画远山，用这个墨青色，稍来一点淡墨，看花青，稍加一点淡墨，稍加一点淡墨，来画远山，看啊，在我们淡墨，对吧？上淡墨的地方，用这个淡的墨青色，渲染一下，你看，渲染一下，稍染一点，对不对？稍染一点，就用这墨青色去染远山，过来，看过来，就是我们这个淡墨画远山的地方，我们用这个墨青色，去染一下，可以啊，你可以它印出来一点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们这个淡墨这个远山，它的形状不会变，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墨青色可以印出来，也没事啊，就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更好。远山，对，你看啊，下边就是树点叶树的地方，对不对？点叶树我们也是用花青加淡墨去染，也是先把近处的近景的小的，这种叶子，墨青色染一下，染色的时候，看啊，染色的时候我们要水分让它稍多一点，颜色尽量不要覆盖，对吧？不要覆盖的墨线，不要超过它墨线，不要把墨线覆盖住，让它透过来，还透过它的墨的这个浓淡变化，对吧？要记住这个啊，不要上的太重，然后不要颜色不要太干，对不对？不要太干。后面大混点也是这个颜色，对吧？也是这个墨青色。你看，虽然是一样的颜色，它是也有变化，因为什么？因为它树叶的变化，对不对？它树叶的变化，虽然都是点叶树，但它树叶有变化，也能分出前后的层次来，对不对？也能分出前后的层次来。对，4尺的，我今天画的也是4尺生宣的。我们也是4尺生宣，来一点。看点叶的地方，我们点叶的地方都用这个墨青色去渲染，来一点，你看，都来一点。你上色的时候，我们这个前面下垂的点，我们就按它的这个墨点的用笔去上色就可以，对吧？你看这个叶子是下垂点，我们上色就是按它的笔触，对吧？我们去上色。看横点的时候，我们就用横的这种笔触去上颜色。这底色，看这个水面这个水纹儿，对吧？这个水的波纹，花青
淡墨，调的墨青色，去浮勾一下啊。看，沿着我们勾的这个，对吧？勾的这个淡墨的这个水纹，我们去勾一下，对吧？去用颜色来浮勾一下。颜色也是不要太深，不要太深，淡淡的上一点。你看，就沿着我们勾的这个淡墨，对不对？这样去勾一下，去勾一下。远处的水纹比前面的稍微要淡一点，稍微淡一点，不要太深，让它淡一点。颜色想让它淡的话，对不对？我们可以往里面什么颜色，是不是要加什么？对吧？要加水啊，加水颜色就会变淡。过来，小船的下面，对不对？小船下面也有水纹，稍勾一点，稍勾一点。稍来一点。这是底色啊，我们把底色完成。底色完成，你看啊，然后底色完成以后，山的颜色，你看山的颜色，赭石、花青两种颜色。染树，你看染树用的这个颜色是什么啊？同学有知道的吗？我们染树刚才开始染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讲过这个染树用花青调的什么？调的什么颜色？同学有知道的打在公屏上啊。有的同学不知道，可以再告诉他一声啊。对，你看，我们花青加的是淡墨调的这个墨青色，对，花青的墨，对，调的墨青色，你看，在这个点叶树的地方，我用花青调的淡墨调的一个墨青色去染的啊，去染的，对，花青淡墨。下面我们开始上，这是底色，对吧？底色完成以后，我们小青里上什么？对吧？三绿三青，对不对？我们三绿三青。稍等一下，我来点三绿啊，三绿的颜色。三绿，我们上三绿的时候啊，你看三绿调三绿的时候，盘子里边要干净一点啊，对吧？不要加别的颜色，不要加别的颜色。三绿，看啊，单纯的三绿。上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啊，上在我们山石的顶部，对不对？上在山石的顶部，你看啊，三绿，上在山石的顶部，然后记住什么？赭石部分，对吧？赭石的部分不要全覆盖住啊，要留有一点赭石的颜色，
看赭石的颜色。这个啊，我们顶部不是纯花青，花青稍加了一点藤黄，调的一个浅绿色打的底啊。看顶部三绿啊，三绿。大家记住啊，我们顶部上的是三绿的颜色。平台，你看啊，这平台也是有了这个浅绿色做底色。我们上的时候看，趁它湿的时候，我们把它晕染开，这是三绿啊，我们有单纯的三绿，不要加别的颜色啊。我们纯的三绿，哎，这纯的三绿，不要加别的颜色。啊，纯的三绿去染。大家记住啊，待会儿还要跟大家这个我三绿是怎么去上的啊？看三绿上在山石的顶部，哎，山石的顶部，让它下面你看暗部这个赭石，对吧？还要留出来，它为了什么？对吧？为什么留赭石呢？上来一点，延伸过来。哎，三绿。完了以后啊，上完以后，这是第一遍的颜色层次。它为了调节我们的画面平衡，对吧？你看整个颜色，如果是没有赭石的话，整个颜色你以三绿为主的话，对吧？它的整个画面都是这种冷色调。哎，赭石为了留出赭石来，就为了平衡它的画面颜色，是这样的。来一点，你看，稍微来一点，下来，对不对？然后这是三绿啊，局部完了以后啊，局部的山顶上稍来一点山石的顶部，稍来一点三青啊，稍来一点三青，淡淡的三青色，你看啊，这是三青，小青绿，对吧？为什么叫小青绿？就是以三青三绿为主，三绿占的比例稍微大一点，三青的比例稍微小一点。局部的小的石块上来一点三青。哎，三星呢也是上在它的山石的顶部，你看，对不对？也是上在山石的顶部。哎，调节一下画面，山石顶部，稍来一点，稍来一点三星，不要太多，哎，一点就可，对不对？一点就可以。看啊，对吧？哎，我们在这个山石的顶部上了三绿的地方，哎，稍上一点三青，调节一下画面。
近景，看啊，近景的绿色稍微重一点，你可以加一点啊，稍加一点，稍加一点。平台还是3滤啊，我们3滤稍加一点，稍加一点，稍调节一点画面。看整体的小青绿的上色方法。对，3青不能那边加墨啊，对，稍加一点3青，稍加一点3青。上颜色的时候，尤其我们后面覆盖颜色的时候，我们这个讲的就是什么？记住啊，罩染法。这个罩染法的覆盖的时候啊，我们罩染法的时候，你3绿3青上的时候，颜色一定要什么？要干净，要透亮，对吧？要干净，要透亮，这样的画面才会出来了以后才会清新，才会清新。不要加别的颜色啊，不要加别的颜色。远山，你看啊，远山，哎，再加后边加个赭石的远山，你看，调节一下画面。你看我们整个画面，对吧？都是以冷色调为主的。哎，远山我稍微来一点暖色调的，调节一下画面。哎，淡淡的赭石，哎，淡淡的赭石，来一点。哎，我们左边对吧？左边留的就是提款的位置，是这样的啊。我们左边留的就是提款的位置。哎，颜色啊，看整体的颜色，对吧？就是这种色调，3绿为主，稍微局部上一点3青，是这样的。这个底色，你看啊，又强调，同学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我们下边暗部上的什么颜色？我第一遍上颜色的时候，哎，先讲的上色，先上什么颜色，后上什么颜色，对不对？同学有没有知道我们暗部上的什么颜色？对，对，赭石，对，赭石藤黄。天空不要染啊！我们现代的山水，记住啊，现代山水的时候都是大面积的留白，都是大面积的留白。你看我们水面也是和我们现代山水不一样，现代山水来说，水面要上颜色，天空要上颜色，但是我们传统的山水来说，水面、天空，对，都是留白，让我们想象的空间，对吧？留予你想象的空间。你看，好多同学，对，记得都挺清楚啊。赭石加藤黄上的暗部结构，然后亮部呢，对吧？亮部是花青调的浅绿色，这是底色，对吧？后期啊，后面覆盖的第2遍色就是3绿3青，看